穷到只剩下钱是种什么体验？能把钱码起来当床睡，一会儿一会儿的钞票往外丢，都不觉得有多心疼。而津巴布韦这个奇葩国家，买个鸡蛋要上万亿，坐个公交得交1麻袋的现金。他们的纸币面额甚至都敢把天地银行拉下马。然而曾经的津巴布韦也是个繁华的国家，如今为啥会变得这么魔幻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津巴布韦位于非洲东南部，与赞比亚、莫桑比克等国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39.1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530万人。津巴布韦离谱到什么程度？在这个国家，人人都是亿万富翁，钱多到直接摆在路边都没人捡。要是发现地上掉了几亿元，都先捡起来麻烦，反而直接一脚给踢一边。当地人要去超市买东西，都是提着麻袋、推着小车去的，毕竟买个鸡蛋要好几个亿，坐个公交更是要收几十亿的费用。买东西的人呢，连钱都懒得算清楚，主打的就一信任。要知道点钞机挺贵的，赚的那点钱还不够交电费的。你以为用钱点烟就够豪横？但津巴布韦早就过上了用钱擦屁股的奢靡生活。不过也正常，谁家出去买纸，1麻袋的现金才能买一点点卫生纸。有这闲工夫，干嘛不用1麻袋钞票当纸用？逼得津巴布韦政府不得不到处张贴标语，谁上厕所要是敢把钞票当纸用，就没收你的作案工具。真是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呀！我印这么多钞票，难道油墨钱不是钱吗？人家也是会心疼的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虽然看津巴布韦现在这么落魄，事实上他曾经也是阔过的。津巴布韦如果不是因为视金钱如粪土的豪气，估计没多少人知道有这么个奇葩好笑的小国。但曾经的津巴布韦不仅资源丰富，像是黄金、钻石等矿产资源，光是探明的就40多种，而且还土壤肥沃，降水也十分充足。只要稍微用点心不偷懒，就绝对不会有什么饿肚子的情况。所以津巴布韦的农业不仅能实现自给自足，还能大量的出口到国外。在那一段时间里津巴布韦被称为非洲粮仓。除此之外，津巴布韦还有完整的工业体系，是非洲地区少有的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。别看它如今的钞票面额一个比一个夸张，甚至钞票连厕纸都不如，但在巅峰时期，津巴布韦和美元的汇率甚至能达到1比1。然而就这么一个富裕的国家，却在没几年的时间里货币直接崩溃，一夜之间津巴布韦币就跟废纸挂上了钩。最离谱的时候，纸币面额达到了夸张的上万亿，经济更是一落千丈，从曾经的非洲粮仓一跃成为全世界经济最不发达国家之一。买东西只能1麻袋1麻袋的付，连清点都懒得清。想用电子支付，结果科技压根就没到那水平，想用都用不了。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，物价一天一个样，很多人工资一到手呢，就赶紧去买东西，要不然原来几亿的东西现在要几十亿，这谁吃得消啊？再说了，这么多钞票堆在家里也不方便，难道真的拿来当床用吗？有人就疑惑，为啥津巴布韦好端端的经济突然崩溃，还引发了这么严重的通货膨胀呢？津巴布韦之所以会这么惨，和欧美国家压根就脱不了一点关系。在1998年以前，作为代英的殖民地，你说他能过上什么好日子？可以说当地人简直被压榨得生不如死。好不容易奋起反抗，获得了独立，实际上津巴布韦依旧被代英牢牢掌控，85%的土地都在当地的白人手上。领导层呢也想弄个土地改革，结果官员却中饱私囊。忍不住的津巴布韦民众直接动手去抢白人的土地，把代英给惹恼了，于是就联合其他国家对津巴布韦实施经济制裁。更倒霉的是，虽然土地是拿到手了，可是黑人大兄弟呢压根就不会种地，胡搞一通，搞得收成极低。等到了上世纪末，津巴布韦还碰上了长达4年的自然灾害，原本粮食产量就低，现在几乎没有，不得已只能大量的进口粮食。进口的大家也都知道贵的不行，这边粮食买不起，那边又被欧美国家制裁经济，也不知道是脑子一抽还是咋的。当时的津巴布韦政府呢就想出了个办法，不就缺钱吗？那我这大量的印钱不就有钱了？表面上是一时解决了物价问题，但时间一长，流入的钞票越来越多，也就越来越不值钱。这时的津巴布韦政府想要改变也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经济一路失控，最后跌入深渊。如今的津巴布韦也在积极寻找办法，比如说废除旧货币，发行新的纸钞等等，使得通货膨胀有点缓解。经济呢也在逐渐回暖，希望在他的努力下，经济货币能早日恢复正常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